愣着干嘛呢？倒酒啊！快吃。哎，老二老三，等过了今晚，咱们明天也去参加那春云阁，咱消遣去啊！好，丁大哥，金大哥，来，好，喝吧，你们好找啊！福医师郡主怎么来了呀？还不是怕你们出事啊！今晚最好别喝酒，小心提防。哎呀，这福医师真的不会以为那个说书老头半夜三更摸过来把我们哥仨都杀了吧？啊！行，那既然这样，咱们今天晚上也不走了，就盯着你们。用不着福医师，我们哥仨打算今晚是一夜无眠，欢唱到天亮，是不是？没错。福医师，你看看我选这个地方宽敞不宽敞，都没地儿埋伏。老二，这酒是哪儿来的？自己酿的酒，姑娘喝的第一口。哦，老三，这肉哪儿来的？跟你说啊，鱼是河里面捞的，肉是山上打的，调料咱都没放是吧？嘿，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哥仨今天晚上都不上茅坑了。啊，就用这个解决了啊！哎呀，福医师啊，你的好意呢，我们是心领了，但是你看这个场合，这也不合适吧？啊？福生，我们走，一个个死到临头了还花天酒地，我意气用事啊！人家快活着呢。大哥，你故意的吧？都知道咱们和医馆的关系好，万一咱哥仨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要牵连人家呀。来，喝酒，来，来，满上。阿紫，起来了，阿紫。喂，你们去哪儿了？喂！
听说没啊？又死人了，可不是嘛！哎，你说这死一个还说得过去，是凑巧，这死3个人，你说这说书的也真够邪的，他们不会真养小鬼吧？可我不太懂，这民谣里说的3尸是什么？哎，这我知道，我娘亲当跟我说过。哎，来，兄弟，坐下过来讲讲。来，哎，坐。来。哎呀，这3尸啊，也叫3毒。上尸号华氏，中尸号滋味，下尸号淫欲，也就是咱们常人说的贪财、贪吃和贪色。要想成仙，就要先斩这3毒。哦，这就对上了。什么对了？啊，对上号了。你们想想啊，这之前死的正是那商会侍卫华磊，而他就是因为贪财而死的。这刚死的雷老爷，听说是肠胃炸裂而死啊，这正是贪吃啊。哎，可那马帮虚捕怀，哎，我可听说他有点肾虚啊，怎么着也算不上贪色嘛。哎，那正是以前胡天胡地的多了，这才虚的。说的也是。哎，那照你们这么说，还真的都对上了。哎，一准没错。那民谣里的5毒，就是平日里常说的贪、怒、痴、慢、疑。哦，要我说啊，最近呐，还是少去那邀月楼为妙。哎呦，免得被那老方头盯上啊。我家还有80岁老娘呢，我可不敢去了。这走，哎，那我也不去了。这个时辰，按道理说，早就该上课了呀。做生意就是这样，刮风减半，下雨全无，也不可能天天爆满，不是？嗯，说的也有道理。哎，谁是方志远？哦，大人，小老儿便是方志远。跟我们走一趟。为何？为什么呀？这是怎么了，大人？3劫尽数身亡。什么？什么？西转3劫？带走！天哪！这是谁在害我呀3劫死了，方志远被抓了。你们2个不用重复我说的话，先想想办法吧。去看看3姐，你们几个先去，我去找我爹，让他把方志远给放。我去备马。这文杰最近对这事儿倒是挺上心，你先别管这些了，抓紧时间。哎，怎么你也突然对案子上起心来了？这说书的老头可真多。你猜，他下回要说哪2位？总不能是……对，就是咱俩。爹，爹，爹！这又怎么了？你整日风风火火的，哎，看看把我的鱼全吓跑。你怎么让9哥把方志远给抓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方志远一看就手无缚鸡之力，肯定不是真凶啊！娟儿，来，看看这池中之鱼。嗯，大鱼吃小鱼，小鱼啃稀泥，每日厮杀不断。你知道如何才能平息这场争斗啊？把大鱼吃了不就完了？说得对，但也不对。要想平息这场争斗，只有让这池中鱼的大小保持一致，才能平安无事，一片祥和。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哪不对啊？关键不在于留下大鱼还是小鱼，而是平衡。只要能够达到平衡，就算吃了小鱼，留下大鱼，其效果也是一样的。可是这跟方志远有什么关系啊？平衡只是第一步，
即便是池鱼的大小一致了，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他们照样会厮杀争斗。你知道这又是为何？虽然他们的实力相当，可每天投喂的鱼食就这么多，他多吃一口，我别少吃一口，那这平衡不自然就打破了？菊儿还是很聪明的，你说的没错。来，如今西川三杰诡异身死，至此，西川已经发生4起谜案，死了6人，分别涉及马帮、商会、复古和混混。原本平衡的几股势力，皆因为一个说书人制造的混乱而纷纷下场参战。若我们不能及时找到真相，那如何才能平息民间的混乱？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到头破血流，殃及那些无辜的百姓吧。这鱼食啊，只不过是争斗的理由罢了。所以爹，你知道真凶不是他，你只是想收了鱼食，让这混乱的源头消失。这便是平衡之道，也是我们城主府在多股势力中保护百姓的唯一方法。爹，你说的不对，就算方志远没了，那只要他们想，就能创造出什么李志远、王志远，斗争的理由完全由他们自己制造。可方志远作为西川子民，理应由城主府庇护。我作为下一任城主，无法做事，这方志远就这样毫无价值的死了。菊儿，为父今日当对你刮目相看。来，你说说，你想怎么做？2个要求。1，把方志远给放了；2，给我10天时间，我把这件事情搞定。明日我会找个理由放了方志远，但我只给你7日。给你7日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7日之后若是不成，我会下令杀了方志远。只有用雷霆手段，快刀斩乱麻，才能杀一儆百。早跟你们说过别太张扬，结果还是惹了杀身之祸。你们跟了我这么久，怎么连一点我的聪明才智都没学到？我这个人重感情，既然你们跟了我，过年过节的就不用担心没酒喝。福生，你看这个。喂，你不会又要往嘴里塞吧？雪迷啊，什么人倒的酒？一个丫鬟，叫小翠。人呢？哎，刚才还在这儿呢。小翠，小翠，你跑什么？追！文娟，我才带人赶过来，怎么又跑了？有叫小翠的姑娘穿粉色衣服，一定要找到她。啊！哎呀，这样追不行啊！咱分开追吧，你们这些人去那边，你们俩去那边。部长，跟我走。咋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么多小翠？他这使了分身法，找了几个人冒充他。现在怎么办？你抓错不放过，分头追。
滥杀无辜，已然犯了死罪，还不束手就擒？你受伤了，我带你去医馆。走。我要取剑了，要忍着点儿。忍住啊！别乱动啊！他怎么样啊？没什么大事，就是近几日不能动刀枪，扶他去那边歇着吧。来，慢点啊。逃走的小翠你怎么看？虽然今天我们是分头追击，但是路上都碰到了不同的麻烦，这中间一定是漏了什么。比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杀人？只要是人，就都有可能会杀人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之前都觉得，能犯下如此大案的一定不是泛泛之辈，但其实咱们都错了。只要是人，都有可能作案。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咱们不能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有一个思路。我一直特别讨厌你们这些开智库，别人开店讲究童叟无欺，你们开店讲究恃强凌弱。他有话说。这些开智库的嘴里没一个实话，我得让他想清楚了。再来一个。没什么难的。这样有意思多了。没意思。掌柜的，我查了你的账本了。那个金圈嵌水晶的镜子，居然才花了800钱，连头羊都买不起。那胡商再怎么着急用钱做盘缠，也不可能这么少。我全说，那些东西是贼赃。西川城里各凭本事，收了件贼赃，值得你这么隐瞒？能让叶萧提出手的人家，这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家呀？我这是我怕惹祸上身吗？这不，还他妈编！没编！叶萧提800钱就把那东西卖了，他脑子进水了，还是我脑子进水了？不是他卖，是他徒弟来卖的。他徒弟，你确定？确定。他徒弟跟我柜上的一个小伙计相熟，帮叶萧提在我这出了好多件东西了，就是他呀。他那次把那件东西拿来之后，我一看我就知道是他私自藏下的，所以我才黑着心给了个低价。喂，站住！你那个伙计呢？仓库烧了，我就把他撵走了呀。怎么了？怪不得那个琉璃镜正巧房子里阳光可以直射的位置，又这么巧点燃了绢布。我去通知傅超，
你去找文言，浮生怀疑的方向是对的。行，走。哎呦我的妈呀！哎呀！郡主，郡主，夫人今日无心见客，还望您多担待。这就是您要找的厨子。还活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已经被雷家杀了泄愤呢。郡主，小人有罪，幸得夫人大人大量，这才饶了小人一命。我们雷家并非嗜杀之人，而且老爷的死，只能说是天意使然，他也是无心为之。这件事儿，不怪他。天意，恐怕现在不是了。郡主，此言何意？雷老爷的死的确是巧合，可现在我们怀疑这些巧合都是人为的，我们正在一一查证。就比如说，那天车队回府，为什么你就刚好准备了那么多的绿豆汤？据我所知，这绿豆需要提前浸泡半个时辰，然后熬汤2颗，再加上放凉备用的时间，前后至少需要提前1个时辰准备吧。我说，郡主，此事真的与小人无关啊！小人只是那天见到了帮厨的小豆子，他熬了1大锅绿豆汤。我问他这是为何，他说他听说老爷他们被困在了火场附近，这要为老爷熬汤解暑。小的只是，于是就抢了他的功劳，却没想到这抢到手的，便是杀人的毒药。可是，小豆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火场的？老爷怕夫人担心，并未派人提前禀报啊。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小豆子人呢？说。老爷出事之后，他就消失不见。如果浮生猜的没错，你们街上遇到那个卖狗肉的小贩，应该也是个不起眼的人吧？啊！醒醒，醒醒，醒醒！叶16呢？小人该死，晚上送来的饭菜里被人动了手脚，兄弟们不小心都着了道。叶16恐怕也被人给揪走了。这是有人故意切断线索，不想让我继续查了。线索全断了，现在怎么办？我想去华磊死的地方再看看。天色不早了，明儿再说吧。嘿，天色都这么晚了，也不知道送送人家呀，真是个木头。娇气。还说谁呢？这姑娘带劲儿。行，明儿我就告诉莹莹。去，不就找人送你回家吗？走着。哎，谁让你送我？嗯。换着手。给你开个方子。这好端端的药材就被你这么浪费了是吗？只是些不值钱的陈皮。什么叫不值钱的陈皮？你知不知道这些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比你命还值钱？捡起来。怎么了这是？你自己看看，
这一天天的白饭不少吃，干点活就出差错。我告诉你啊，葫芦，以后你要是再这样，立刻滚出文物堂，听见没有？我来你这里这么久了，你教过我一点医术你说什么？再说一次。我就是不服气，平时挨打挨骂没饭吃，这些我都认了。可是你连个学习的机会都不给我，只让我对你杂事，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行啊，这几天不知道在哪儿长本事了，翅膀硬了是吧？看来我这地儿是容不下你了。这样吧，自己去后院，把行李什么的收拾一下，滚吧。滚蛋！哎，小可爱，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来，药方拿好。哎，3碗水煎成1碗，早晚各一副，7日之后再过来复诊。多谢傅医师。那个，我叫陆月啊，这一路过来有些内急，能不能借那门魔法用一下？当然可以，就在后院，用不用带你过去？不必劳烦，我自己去就可以。那请自便吧。你在耍什么花样？葫芦兄弟，还没去收拾行李啊？其实也没什么收拾的，我就放不下这锅鸡，想着走手给他们修下鸡窝。对了，大哥，你找我啥事啊？那些人啊，满口冠冕堂皇，只会把我们当畜生一般利用，以教授本市之名行剥削之实。葫芦，你是天资聪颖的人，你甘心一辈子在这为奴为婢吗？你，葫芦，加入我们吧，我们可以给你想要的东西。你能给我什么？理解和尊严。不是，你说要带给我理解和尊严，可你们呢，都藏头露尾，都隐瞒自己的身份。你这让我怎么放心加入你们？我们想让你加入我们，是因为你和我们是一样的人，被忽略、被歧视、被凌虐、被人踩在脚下，就像路上最不起眼也是最没用的石子。一堆石子能干什么？石子可做基石，成就一座城，或者颠覆一座城。你们要做什么？西川本应该是老百姓的西川，可这些豪强富商却把西川霸占，让我们这些付出最多努力的老百姓沦为奴仆。你甘心吗？你们甘心吗？不甘心。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复仇，赶走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尊严的在这里活下去。葫芦，当你完成考验，正式成为基石的一员，自然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到时候，你也可以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你想让我做什么？葫芦，如果查案的捕快变成杀人者，你觉得有趣吗？你想怎么做？我要是凶手，你已经死了。明知道有问题，怎么还会摔下来啊？我有所防备，才能及时卸力。仓促之下，一定会摔伤的。哎，怎么样啊？你们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束光，马匹才受了禁。
几位，就这儿了。为何会有一剑阵？前些日子，钟楼无故发出钟鸣，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原因。后来就请了个老神仙，给布下这个剑阵，驱邪避凶，然后就再也没乱想过了。老神仙，我看你是没说实话吧？这剑阵既非八卦，又非九宫，就算是个不伦不类的七曜，这数目也对不上。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将这阳光透过这个镜子，完整的反射在华磊死的那条巷子。老神仙，不过说的是你自己吧？哎呀，这，小人所说句句属实啊！而且，请那老神仙所用的花费，小人全都已经上报给城主府了，由城主府直接付给那老神仙。这事儿，哎，郡主您可以去问啊。那老神仙现在身在何处啊？哦，郡主，可有个老神棍住进来。哦，有，您说的是那位老神仙吧？什么老神仙？给我把他叫出来。好，免了。今日心血来潮，着规取诏，料到定有贵人造访，没想到西川郡主竟亲自屈尊前来，这杀老佛爷。那你可知我来找你是何事啊？啊，钟楼之事，此乃小事，也是我为城中百姓聊表绵薄之意。虽然驱除了邪物，损了我10年阳寿，但保了一方平安，也是吾辈所愿呢。的确是个神棍，动手。哎，这么多话呢？啊！你们这是为何？这个你没想到吧，小老头？说吧，是谁指使你杀华磊的？这话从何说起？你们一定弄错了。放开吧。怎么了？这个竹简上确实详细的记录了驱邪的剑阵，和钟楼上那个一模一样。你懂个屁呀！哎呀，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能读得懂啊？这虽是个古物，但记录破煞那一章的木牍被调换过，与其他章节所用的木牍年代上差了很多。这绳子的确像是被换过的，新的。拿来吧你！啊，这孽徒！啊，什么意思啊？前些日子，我这宝书绳子突然断裂，我那徒儿突然勤快起来，他说要帮我换绳子，没想到他胆大包天，竟敢篡改宝书啊！哎呀，这真是！你这徒弟现在在何处啊？昨天午时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回来我一定扒了他的皮。那不就是我们抓那个小翠的时间吗？哎呀，真是！老先生，钟楼闹鬼之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听我那徒儿所说。又是一个受欺负的底层人，那就不是巧合。小姐，出事了！莫非是那冀北商会又来宣行？不是咱们出事了，是医馆出事了。你先忍忍啊。舌头伸出来看看。舌苔黄褐，这是有人在我的药方上动了手脚，换成了泻药。到底是谁干的呀？是小药师，我们吃的药都是那小药师给抓的。哎呀，是葫芦。葫芦走了。啊？外面围满了百姓的家属，都在蚂蚁馆草菅人命。出去看看。交出来！就是他们不交人。对。大家先冷静一下。出来！出来！再出来！冷静！
这件事情，我相信符医师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交代？你们能有什么交代？他们呀就是在害人。我之前就听说你们医馆的坐堂大夫是个杀人犯，现在他们果然开始害人了。无稽之谈！我们马帮的爷们受了伤，都是来这医馆救治。若符医师真是庸医，我们马帮早就掀了这医馆了。那他就是心怀不轨。对，这2日啊，那符医师一直跟方志远在一起，那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对啊，你们是不是一伙都杀了？这次那件事，谁喊的？就他们，有本事站出来！哎，你们看啊，陈祝福跟他们是一伙的，不给咱们留活路啊！留活路！进！好啊！我搞错呀，局长，你得罪谁了？这是有预谋的要谋害咱们医馆，肯定是幕后那些人组织的。他们这样说明他们急了。发学长加大力度，把背后的人给抓出来。学长谁啊？外面到处都在骂哎。你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学长葫芦。啊？慢点。孙管事，有人找您。哟，符医师，快请坐。我听说，你一个医师把药箱丢了，要不要我帮你把这吃饭的家伙找回来呀？程主府已发了悬赏，封闭了西川，我料那小贼也无处可逃。那今天来此所谓何事啊？我来是为了华磊之死，他的死因我也有些眉目。据我所知，华磊这个倒霉蛋不是被一个叫叶萧提的人杀了吗？这还有什么眉目可查？这叶萧提也只不过是被人利用，是有人对那小象做了手脚，导致华磊摔马，从而被叶萧提所杀。这人是谁？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不能确定的消息，以后就不要同我讲了嘛。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请讲。是雷觉坤死的那天，你们会长带人袭击了马帮的城西分部。确有此事。为什么？那天会长接到消息，说车忽厥弄了一批武器，藏到了离商会最近的城西分舵，准备找时机偷袭商会。于是会长决定先下手为强，就带了一批人杀了过去，结果扑了个空，白跟那帮莽夫打了一架。哪儿来的消息？在马帮周围自然有我们的人，是那帮底层的百姓。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了。你还知道什么？别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希望下次找到他们的时候，务必要告诉我。恶恶扬善，顺天修命；恶恶扬善，顺天修命；恶恶扬善，顺天修命；恶恶扬善，顺天修命。今日之后，西川将再也没有人可以小看我们，没有人可以欺辱我们，没有人可以虐待我们，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踩在脚下。我们要清理掉西川所有的恶人，让所有人都看到石子的力量。葫芦，在。我让你给病人的药中下毒，你为何只下了泻药，还故意暴露了自己？我下不去手，他们都是我的街坊邻居，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不能害了他们。妇人之仁。为了更伟大的利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脏了自己的手，
因为我们很弱小，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否则我们就要被人骑在头上肆意辱骂。你忘了当初浮生是如何不在乎你的了吗？你愿意一辈子如此吗？我不愿意。那好，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去把浮生引过来，亲自除掉他。啊，首领，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怎么你也心软了？那些大人物欺辱你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你忘了？他们可不曾心软。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就和那些坏人的做法一样了吗？想让这座城变得美好，自然要有阵痛，要有牺牲。可是如果我们……你想背叛姬氏吗？变革开始了。